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由于普降中到大雨，重庆28个区县近7万人受灾，当地向居民发出预警通知，呼吁4楼以下的居民提前做好准备。中共水文局表示，今年长江第1号洪水已经形成，三峡入库流量已经涨到了每秒5万立方米。经济解封后，美国制造业连续2个月攀升。工业管理协会公布的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了52.6，优于预期的50.2。因为美籍华裔女星刘亦菲曾发表称港警暴力的言论，她主演的电影《花木兰》已经遭到了韩国各界的抵制。昨天，韩国的大学生和青年团体举办记者会，表示支持香港民主抗争，谴责中共强推恶法，并抵制《花木兰》。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昨天是网友口中的鬼节，也是香港实施国安法的第一天。几万香港市民不畏恐惧，自发上街表达抗议。被招安的港警已经成了香港公安，抓人更加卖力。全天共拘捕了370人，其中10人是被以涉嫌违反国安法的名义拘捕。国安恶法实施，红色恐怖降临香港，有多个国家对北京进行谴责的同时，纷纷出手准备营救落难的香港人。那么港版国安法究竟如何破坏港人的自由和权利？美国的下一步又将如何制裁呢？尽管习近平在前天让恶法已经生效了，但是昨天仍然有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自发上街抗议恶法。游行队伍当中，部分的示威者高唱“愿荣光归香港”，有的高喊“光复香港”等口号。中学3年级学生程同学和17岁的姐姐和11岁的妹妹，由父亲带领一同参加了这次游行。虽然只有13岁，但是他的见识丝毫不亚于成年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将变成中国，无人权无自由，都怕被拘捕，但是都要出来。如果不出来的话，就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了。50岁的行为艺术家黄国才每年7一游行都会制作特别的作品，对时弊进行讽刺。他今年的作品叫《血拼》，打扮成大陆豪客的他，手里拿着多个写着与港版国安法罪行相关汉字的百货公司购物袋，比如颠覆、分裂、勾结、外国势力等等。他用这样的方式表现香港人，甚至是居住在香港的外国人对实施港版国安法的不安。立场新闻记者丁乔采访中发现，有这样一位少女，在最后一批被捕者上大巴的时候，围观人群当中的这位少女举起了一叠白纸，警察的电筒强光不时扫过她的脸，她也不闪躲。问她白纸有什么用，她表示过去都会在现场举标语，而今天是国安法的第一天，不知道举什么才不会犯法。然后他突然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个苏联的冷笑话，说有个人在红场派传单，军官逮捕这个人以后，发现传单都是白纸。军官想了想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写什么？”少女说：“我突然想看看，看起来荒谬的笑话是不是已经成真了。”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表示，北京一意孤行实施国安法，是希望制造震慑效果，甚至向国际社会企图展现中共执政的至高无上。但恶法实施第一天，虽然游行人数比往年减少了，但仍然有这么多人上街展现不屈的精神，反映出共产党争取不到香港的人心。从方方面面的反应来看，港版国安法除了中共自嗨之外，外界都持批评态度，而且是众口一词斥责北京无耻，批评恶法剥夺港人的自由，同时威胁世界。港版国安法中究竟有什么样的条款，为何让整个世界都感到了威胁呢？当地时间今天晚上10点多，港府发声明表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在今时今日是有港独或将香港特区从中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法律地位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就是说，这8个字违法了，很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中所罗列的4大罪行。港版国安法罗列的4大罪行分别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恶法中明示，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以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第38条说，不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者，在香港以外地区触犯港版国安法中的罪行，都适用这部法律。就这一条，假如邓小平活到现在，那么被中共称为总设计师的他，也可能被称为总加速师的习近平给送进监狱。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
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他、反对他，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他。这是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的一段演讲。按照这个港版国安法，他这段话非常反动和煽颠，典型的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他如果活到现在，会不会第一个要被送进监狱呢？不过这个恶法还不只是针对华人，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个恶法的管辖范畴。这个条款中声称，不管是谁，也不管是不是居住在香港，也不管是不是香港的居民，只要被认定触犯了港版国安法，就有可能被抓，然后判处10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这段描述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惊呼：“这太离谱了！”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如此。我们就以蓬佩奥来举例。蓬佩奥是美国最高的外交官，他经常批评中共不尊重人权，代表美国要求北京维护香港的自由和法治。他的批评言论拿港版国安法来衡量，已经触犯了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他是不是就危险了呢？根据这个恶法，中共完全可以抓捕蓬佩奥，并且将他治罪。还有著名的反共斗士，白宫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先生，对中共的批评更是异常猛烈。在这个恶法的范畴当中，他是不是也更危险呢？事实上呢，这部恶法的确包括了任何人，谁都不能妄议香港。我们只是以蓬佩奥先生和班农先生来举例，没有对他们的任何不敬。相信中共也不敢对美国的官员采取什么动作，包括班农先生。中共也是看人下菜碟，专捡软柿子捏。不过呢，中共不敢抓美国的高官，他可敢对别的国家的人下手，尤其是他认为可以欺负的国家，他的手一点都不软。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还有商人斯帕夫都被中共扣上了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已经被关押很久了。那这样的事儿会不会落到别的国家身上呢？说这个港版国安法的长臂已经在管辖地球人，丝毫不夸张。在昨天的研讨会上，班农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科技业和金融业养大了中共这个怪物，而现在香港的遭遇是历史重演的开端。中共想主宰世界，西方社会不能再姑息。班农指出，现在香港的遭遇就像是1938年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纳粹出兵并吞前的那种境遇。他说，现在中共整个封锁管制香港，紧接着就是东亚，然后整个亚洲，最终就是西方世界了。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现在是美国最难对付的国家安全威胁，这都是过去姑息导致。自由社会现在必须反击，前方已无路可退。蓬佩奥在昨天的国务院简报会上也说了重话，他表示，香港法治已经荡然无存，中共给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带来的挑战是自由社会与专制独裁之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美中对峙。蓬佩奥说，美国会持续与理念相近的国家联手，建立抗中共全球大联盟。他直接点名习近平，说他是逼得美国出手，让中国自绝于国际社会。他指出，美国接下来的政策会如何对待香港，香港原有的特殊待遇是否遭到完全剥夺，这全取决于习总书记的决定。美国对香港的做法是可以改变的，但至少在过去48小时，中共政府的做法显示他们无意改变。在节目中，我多次引用过这句话，就是上帝要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中共目空一切的咄咄逼人，接连遭到了美国的反击。昨天，众议院一致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这是惩罚中共推行港版国安法的一项措施，现在距离立法只差川普签署。不过，按照美国的法律，即使川普不签署，在参众两院都通过之后，这个法案也将在2周后自动生效。而且以现在川普对中共的态度，签署的概率是很大的。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国务卿要在法案生效的90天内，以及未来的每一年，都要认定是哪些外籍人士致使中共无法履行其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对香港的义务，也要认定有哪些外国的金融机构知情，但是仍然与这些人士有大量资金往来，之后
国会将授权美国总统通过冻结资产和拒发签证等措施制裁被认定的这些人。对于坚持与被美国认定的人士进行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美国总统可以动用一切制裁手段，包括禁止美国当地银行向其提供贷款，禁止美国公民向这个机构投资，以及拒绝向这个机构管理人员发放签证等等。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在电台节目中表示，香港自治法案会波及到受制裁官员的家人、公司和有生意往来的公司等，对商界是有很大的威胁的。不过呢，商界最担心的其实还是金融制裁。美国财长马努钦早前曾说过，财政部正在研究包括资本管制在内的措施，以回应港版国安法。如果美国真的限制美国的这个资金流入到香港，限制美元流入到香港，那么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真的失去了。也就是说，未来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要离开香港，中国经济将会受到严重的创伤。未来美国还会有什么样的制裁措施，目前无人可知。但是可以确定，美国既然已经认识到与中共是自由社会与专制独裁之间的对立，那么美国应该不会放松对中共的制裁，甚至可能会越来越严厉。时事评论员王友群在大纪元撰文表示，中共一直逆天而行，一场大瘟疫，中共已经激怒了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自由世界，现在又弄一部港版国安法，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再次把自己置于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自由世界的对立面，这就是天意，不作不死，是老天爷要灭他。王友群指出，香港人早就喊出了天灭中共的口号，这绝非偶然，就是神要灭中共。现在不论是全中国还是全世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共力量，也是神在调动这些反共力量一起围剿中共，趋势在加快，天灭中共在即。其实中共这么折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在反映着他的极度恐惧，因为只有让民众恐惧，统治者才会认为是安全的。那想让别人恐惧的人，其实呢是比任何人都更加恐慌的。蓬佩奥昨天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共恫吓言论和思想自由，显示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竟是自己的人民。中共知道人们不可能爱这个政权，完全不可能，于是他就让你没有任何尊严，让你怕他。很多中国大陆的人有过坐地铁的经历，也都体验过安检是如何的严格。中共查了你的包包，还要对你进行人身搜索，他就是要消磨你的自我认知，让人从一个消费者、服务购买者变成被管理者，变成对中共的服从者。能不能乘坐地铁，并不取决于你是不是花钱买了票，而是要取决于中共允许不允许。他就是这样一步步把人训练成半奴隶，对他不敢有任何的矫情。只要你敢分辨，轻者拒绝你乘坐地铁，重者让你进牢房蹲上几天。中共把人们训练成了半奴隶，他的做法几乎渗透在人们的生活方方面面。有一位叫刘卫义的朋友，用文字记录了一些他看到的中国。文字中写道：小到手术要给医生红包，家长要向老师谄媚，公司里的一言堂，做工程做项目必须要回扣，火车站的安检，不用微信的各种不便，密布的摄像头和泛滥的人脸识别，玩个游戏要实名，去公园要看身份证，没有健康码就进不去超市，不认证就不能在网上评论和留言，考上大学没准会被顶替。任何一个工作单位中的裙带关系，本来可以简单直接的操作，每要融入到复杂隐晦的贿赂环节。大到自尽的知识分子，麻木的中产阶级，嚣张的权贵，堕落的精英，缄默的媒体，浅薄的娱乐，以及要保住养尊处优的生活，则必须付出顺服和效忠的代价。未曾有囹圄之忧，也选择袖手旁观的有识之士。这段话中所描述的种种现象都是非常真实存在的。其实这也只是他看到的，还有很多他没有看到的。比如让一个人可以无声无息地在人间蒸发，再比如在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的活摘器官等等。就在这些中共制造的恐惧之下，现代的社交媒体朋友圈，大家去看，许许多多人都在晒旅游晒美食，说一些没有观点无关痛痒的话。这就是中共所需要的，他就是要让人们恐惧，让人们麻木，让人们对周围的一切
都漠不关心。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印度书简中对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是这样形容的：连贫穷都是鲜艳多彩的，在达卡最脆弱的一把雨伞都画上了花朵。刚才我们说到大陆普遍存在着活摘器官的现象，可能有人还不相信，因为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底线，这种事情的确无法接受，怎么可能呢？说实话，起先我也有过怀疑，怎么可能会把活着的人给活摘了器官呢？但是随着国外多个组织、机构以及个人的追查，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容不得人不相信。而且，中共今天自己承认了。今天，大陆门户网站网易新闻转载了北京日报客户端的一个消息，引述国家卫健委的说法，摘取未满18岁公民活体器官将追究刑责。消息说，为进一步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修订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这个条例当中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包括呢，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的，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而摘取其尸体器官的，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的。我们经常说，中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他缺啥喊啥。中共在这个条例当中透露出这么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的这3种活摘情形，现实当中都存在，他承认了活摘。我们反向思考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情形，中共是不可能会突然修改所谓的条例的。这就是不打自招，在证明中共一直都在活摘。我们来看他说的这第3种情形，就是不会征得本人同意，也包括这个18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之前曾经在节目中使用过一段网络上流传的视频，地面上有3个孩子的尸体，其中一个尸体的胸部缝合的迹象很明显。因为画面太血腥，这里要对画面进行处理，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部落格当中去看。不过我们拿到的画面呢，也是有些模糊的，但是仍然是可以看清楚的。大家再想一想，近几年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在指控中共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然后呢，美国的追查国际组织、加拿大的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以及美国的医生伊森·葛特曼等等，都先后做了许多的调查，都证实法轮功学员的指控是真实不虚的。中共修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目的呢，可能是要证明他的器官移植是规范的。但中共越描越黑，越想解释，暴露出来的黑幕就越多，也越来越证明他的邪恶。我们一直说，对中共只有人们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因为你是人，他是魔鬼。希望大家真的要远离他，从内心唾弃他，与魔鬼划清界限，否则魔鬼在身边，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就会对你下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大陆南方的水灾情况。中共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今天表示，长江2020年第1号洪水形成，三峡入库流量已经涨到5万立方米每秒。综合大陆媒体消息呢，长江上游干流、乌江以及三峡区间来水明显增加，其中三峡水库来水快速增加。7月2号10点，入库流量已经涨到了每秒5万立方米。在今天早晨7点，当局针对乌江、长江上游三峡库区、成陵基河段已经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重庆有28个区县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最大的日降雨量出现在酉阳庙西乡京竹村，是128毫米。这使得已经灾情严重的重庆更是雪上加霜，当地的民众损失非常严重。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么一份微信提示，从模糊的落款来看，好像是珊瑚湾社区发出的。其中写道，今年洪水预估水位达到1981年的193.38米左右，请4楼以下居民提前做好准备。这份温馨提示发出的时间是6月25号。这个提示似乎是在预警洪水有可能很大，将要淹到4楼以下。那换句话说，住在3楼的居民都不安全，可能要被水淹。而实际上呢，
6月22号的时候，重庆綦江段的这个长江水位已经出现了205.85米，是1940年以来的最高洪峰。那对这个大洪水，当局还有多少在隐瞒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贵州，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点多，毕节市合章县连续发生了2次地震，第一次是11点11分，震级是4.5级，震源深度13千米。第二次是11点57分，震级是2.9级，震源深度是9000米。这2次地震，除了毕节之外，六盘水和四川宜宾等地也都有明显震感。而且奇怪的是，地震之前，合章的邻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秀水镇传出了奇怪的声音。潇湘晨报引述当地政府的回应，地震前确实传出了声音，已经有专家到现场去勘察，但还没有找到声源，而且还表示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几天了。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近期种种异象不断，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最后呢，通知大家2个信息，一个是人气很高的老外郝一博又推出了新作，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他在片中采访了很多国家的政要和专家，分析中共为什么要在香港强行立法，国安法对香港乃至全球影响何在。其中他提到了北欧的一个神话——诸神黄昏。In Norse mythology, Ragnarok is a series of apocalyptic events that will define the end of the world. However, we are shocked to find that what i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now has many similarities with Ragnarok. Therefore, we call it Hongarok. 另一个呢是这个周六，新闻看点也要推出一个特别节目，是一部长达半个小时左右的专题片，内容同样精彩。不过呢，现在暂时还留一点秘密，请大家自己去欣赏。那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请别忘记订阅点赞。欢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准时来收看我们的新节目，也请您把新闻看点推荐给您周围更多的朋友。很多住在美国的人可能注意到了，最近半夜里边经常有燃放鞭炮的情况。纽约市长白思豪已经明令，私人燃放鞭炮是违法的行为，但是放鞭炮的却并不少，这是怎么回事呢？有消息透露，这可能跟恐怖组织安提法秘密计划有关。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了解更多的信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